是这样可以哈啊，其实当时刚才房老师跟我说的时候呢，我是感觉到呢是非常的荣幸啊，因为呢我从小就是读着王安石的诗歌长大的啊，就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小学课本里边啊就选了很多王安石的诗歌，什么墙角数枝梅是吧？还有这个春风又绿江南岸啊，明月何时照我还啊！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我上5年级的时候啊，我们语文老师在讲到这个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时候，特别介绍这个绿字的选择啊，说是王安石选择了好几个字啊，最后呢才确定了绿这个字啊。然后而且呢他还说到后边一句，他说这个明月何时照我还，他说一种解释呢这个明月不是真的指月亮啊，而是指的是皇上啊。当时在我们这个小学生呢，我们一听这个就感觉听不懂啊，这个明月怎么就能指的是皇上呢，是吧？怎么就能指的是皇帝呢？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话呢我就印象特别深啊，所以呢我一直记到现在啊。所以今天在这个来到王安石的故乡这个故乡讲王安石的这个诗歌的这个部分啊，我感觉到呢非常非常的荣幸啊。二呢是感觉到诚惶诚恐啊，这个在王安石的故乡的这个各位乡亲是吧？还有这个大部分同学呢，应该是很多也是这个福州本地的哈。这个对王安石的诗歌应该是比我要熟悉的更多啊，所以呢，我在这个王安石的故乡讲这个王安石的诗歌啊，我感觉这个诚惶诚恐，所以呢，我朋友圈上我发了有一句话，我说是这个关公面前耍大刀啊，是吧？这当然呢，这个耍的肯定是没有这个各位这个王安石故乡的同学和老师们好啊，但是呢，我这个角度啊，就是提供给大家学习王安石诗歌啊，包括我们做研究王安石诗歌一个这个角度啊，所以我这个题目呢是王安石的诗歌地理啊，因为我们传统的啊，就是我们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吧哈，我们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对于诗歌啊，包括王安石诗歌的研究呢，我们更多的是从就是文学本身来研究，是吧？他的诗歌的风格啊，他的诗歌的这个用典故用什么用喻啊等等啊，就是从文学本身去做这个研究的啊。但是呢，随着文学研究的这个发展呢，最近10几20年啊，大约10几年吧啊，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从地理的角度去研究文学啊，所以呢，我们兴起了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方向，就叫文学地理学啊，它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一个研究方向。所以呢，国内研究文学地理学的几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啊，他们对这个文学地理学本身呢，就是有不同的定位的。有的认为是它是一个研究方向，有的认为呢，它是一个研究的学科啊。有的人认为呢，它只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啊，所以呢，它是正在发展中的，最起码我们说是作为一种研究方向。那既然它是正在发展中的，所以呢，只要我们从地理的角度对文学进行研究啊，都可以纳入到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所以呢，我这个研究角度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特殊，因为呢，我不是基于一般的地理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啊，比如说我们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文学呢，也有不同的角度。有的人呢是比方说是从物候学啊，就是这个大雁从南方飞到北方，北方飞到南方啊，或者是南北的地理环境、地理的风物出现什么变化啊，这是从物候学。有的人是从风物学啊，也是各个地方不同的风俗什么的，这也算是文学地理学。我的角度呢是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啊，因为呢我本科的我原来是学历史学的
啊。历史学里边我非常喜欢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就是历史地理学啊。所以呢，我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切入对王安石诗歌的研究啊。这个当然这个是原来我写的一篇论文哈。他这个论文写出来的特别的长啊，要是完全就是所有的都展开写啊，可能最起码得3万字以上。所以后来我很多的呢，我都就是光简单提了一下，用了个注释啊。我最后数了数，这篇文章的这个注释呢，用到了180个注释，所以呢没有展开写啊。所以当时文章发表的时候，就用了就是2个字叫王安石诗歌地理初探啊，我就加了个2个字，就是初探啊。其实我暗含的意思呢，就是我后边还可以写2探，还可以写3探啊。这是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个介绍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文章和这个讲座呢，就是主要的研究的对象是王安石的诗歌啊，是这个，因为呢，我一开始设想的是，我先写王安石的诗歌地理。然后诗歌地理写完之后呢，我再写王安石的散文地理啊，然后呢，我再写王安石的这个文学观念跟他的地理的关系啊，最后综合起来就是王安石文学地理啊。不过这个只完成了第一部分之后啊，后续的工作呢一直没能够做起来啊，所以这一点很不好啊。这就是关于这个题目的这个简单的介绍啊。下面我们进入正式的这个部分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我们从地理学的角度去研究啊。我这个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啊。王安石呢是公元后啊1021年出生啊，1086年去世的啊。所以今年是王安石逝世多少周年呢？是940年吧，是吧？940周年啊。所以呢，不知道今年这个福州有没有关于王安石的一些关于他逝世的940周年的一些纪念活动啊？这如果有的话，我们希望这个能够参加啊。我是从历史地理学啊，我们的历史地理学呢就侧重于这个地理建制啊，尤其是地理区划啊，地理建制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变迁啊。所以我们首先看这个北宋的疆域跟我们现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疆域的这个比较啊。其实呢，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疆域呢，比北宋的疆域要大很多啊。北宋的疆域大致现在我们的这个南方的广大地区和这个北方的一部分地区啊。然后呢，而在这个北方的这个大部分的地区呢，属于辽西夏回鹘各部啊。但是这个吐蕃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西藏地区啊，这个都还没纳入到中央的范围啊。而且当时在这个云南地区大致在云南地区呢属于大理国啊。所以呢，我们先对这个北宋本身的这个疆域，在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疆域的这个对比，有一个大略的一个这个印象啊。然后呢，我们后边再进入具体的部分啊。但是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啊，我是用的现在的期划，因为我们要做历史地理学嘛，我们要用现在的期划切入，再从历史上这个追溯这个地理的一种变化啊。首先我们来看王安石诗歌中的江苏啊。关于这是我们现在江苏省的这个行政区划图啊，现在江苏省行政区划图，出现的比较多的啊，这个江苏是13省嘛，13个地级市嘛，是吧？13嘛，这个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原来有个朋友呢，有一个同学他是宿迁的啊，然后呢，他说我们这个宿迁的这个 GDP 啊，这个江苏这么发达，但是这个宿迁这个 GDP 呢，经常的基本上是江苏省的这个倒数第一啊，所以被戏称为江苏13妹啊。然后我就记住了啊，它是13个地级市啊。跟王安石的诗歌地理
诗歌密切相关的主要出现在江苏的就是南部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苏南地区啊，实际上也是江南地区，但是江南包括江苏的南部和这个浙江的这个北部的大片的这个区域啊。为什么先说江苏呢？就是我这个大致的论述的顺序呢，就是在王安石的诗歌之中啊，出现的频率最高的啊，就往前先论述啊，然后呢，频率低的就往后来排啊。所以呢，从王安石的诗歌之中呢，应该说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这个江苏啊。那么江苏呢，又是以南京出现的频率最高。这个是跟王安石的本身的生命经历有关的啊。我们说他是活了65年啊，但是我们按照现在的计算就是周岁啊，65岁啊，但是虚岁呢就是66岁去世的啊。所以他的65年的生命历程呢，他有20年的时间，他是住在南京的啊。他从17岁啊，大约这个17岁的时候，他父亲到南京去做官，他就到南京住了。后来呢，他这个父亲这个去世以后，他又在南京守丧啊。所以后来他考了科举考试，到各地去当官。但是他母亲呢一直住在南京，所以他会经常回南京去探亲啊。那么后来呢，他又自己有3度的出任这个江宁府的知府啊，就是南京的这个地方官员、地方官啊。而且最后他退隐。完全退隐啊，就是这个罢相之后啊，第2次罢相之后啊，就是完全退休了，再也没有东山再起啊。他呢就是一直就是在这个最后生命的最后10年，他就住在这个南京啊，在这个游遍了南京的这个山山水水、大小寺庙啊。所以呢，南京而且他最终去世，他也是安眠于南京的啊。所以南京在这个王安石的诗歌之中出现的频率呢是最高的啊。因为除了南京以外呢，江苏其他地方，比如说扬州，他曾经任职啊，任这个当时就是淮南什么这个官厅的一个这个官员啊。然后呢，另外呢，他还做这个常州的知州，常州啊。所以呢，他诗歌之中呢，江苏出现的频率很高啊。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南京啊。说他的诗里边有一首叫“金陵多丽景，此去属兰城”啊。我们知道这里说的金陵，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南京啊。所以南京呢是这个金陵是南京可以说是最为著名的一个历史称呼，也是现在南京最著名的一个别称啊。这个金陵这个名字的这个来源呢啊，是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战国的时候，楚威王把武帝给灭了啊，然后楚威王就在金陵，就在这个石头山建了一座这个城，叫金陵邑啊，把这里设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建制，叫金陵邑啊。所以呢，金陵又以此就成了这个南京的一个别称啊。所以这是在说南京的啊。另外一首诗里边，他提到这个“乘风一眠过白夏，逢人欢笑得无愁”啊。这个白夏啊，我还是做了哈，白夏这也是南京的一个这个称呼啊。那么为什么叫白夏呢？因为呢，南京北部啊，长江南岸有一座山叫白石山，南京呢在白石山下，所以叫白夏啊。所以这个白石山呢，就是现在南京的幕府山啊。我在南京读博的时候呢，很遗憾的就是没有去过啊。南京大部分地方我基本上都跑遍了，但是幕府山我没有去过啊。这是你看，乘兴一眠过白夏，逢人欢笑得无愁啊，这白夏啊。下边一句呢，这个白夏门东春已老，莫称杨柳可藏鸦啊，这又出现白夏啊。然后呢，这个下边一句诗里边出现的游子故乡终念返，岂能无以野城巢？这里头又出现另外一个词，就是野城啊。这个野城，这个也是南京的一个别称。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春秋时期啊，
春秋时期，南京属于吴国管辖，那么吴王夫差呢，就在南京就建了一座城啊，就筑了一座城，就叫邺城啊。所以这个邺城呢，实际上就是南京城成型的一个这个雏形啊，所以邺城也就成了南京的一个别称啊。这个邺城这个遗址呢，大约在现在南京的这个朝天宫附近，也就是南京市博物馆啊，它不是南京博物馆啊，南京博物馆是江苏省博物馆啊，就是虽然叫南京博物馆，但是从级别上来说，它是属于江苏省级的博物馆啊。那么南京市级的博物馆就是现在这个朝天宫啊，这是这个邺城啊。你看他的这个说起这个南京来，他很多的时候他是用这个邺城来代替的啊。何时复能缓，果饭邺城斋啊，更清寒食类，欲长邺城巢啊。这说到邺城，都是在说南京的啊。这是关于南京的城啊。另外呢，南京最著名的一座山啊，那就是中山。中山很多的时候呢，也是被用作南京的代称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毛主席写的一首诗是吧？中山风雨起苍黄啊，这可见的，这是说南京的啊。那么所以在王安石的诗歌之中呢，也大量的出现了中山这个地方啊。这个中山啊，这伫立望中山啊，阳春更萧瑟，中山独归与微明，道其夹冈半黄青，中山脉脉水回回，西有凌云百尺台，看取中山如许雪，何其持句岭头梅啊。这个岭头梅呢，指的是南岭，也就是岭南啊，这个梅花是很出名。当时他一个朋友在岭南做官啊，但是人们有一个习惯呢，就是把这个梅花啊，把这个长得非常好的这个岭头梅寄给朋友这个让朋友看一下这个冬天来了啊，表示冬天来了啊。然后他说呢，就说我已经看到中山这样的美好的雪了，我也就不需要再去看到这个岭头梅了啊。还有下一句，这个长卫绕中山，形骸空留此。哎，我觉得这句写的非常的妙啊。大家想象一下啊，长卫绕中山啊，形骸空留此啊。这个一个是他在外地做官，是吧？在外地做官的时候，回想起自己这个中山的这个住的地方，是吧？回想起南京自己住的地方啊，这个肠胃都绕到中山去了啊。他没有说我心怀中山，是吧？我们一般说我们思念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说心里边想，是吧？思念是带心的。他直接用的是肠胃绕中山，我觉得这个很妙啊。另外呢，有怀无语言，伫立中山明啊，还有这个母兄姑姑泣相守，三载燕师中山威这个是写为他父亲守孝他父亲去世他们一家几口在南京给父亲守孝，所以呢，就是这个母兄母亲兄弟几个姑姑这个就是心情很不好甚至是这个啜泣这个泣相守。那么三载守孝我们说守3年，三载燕师中山威我们说这个采薇是吧？还有说这个什么这个饿死首阳山是吧？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那两个就只吃这个山原的野草所以呢，他这里其实用了这个典故就是说他们呢就是只吃最简陋的、最粗疏的就是吃这个中山的这些野菜燕食中山威，就是饱饱的吃了3年，足足的吃了3年中山的野菜其实就是用这种吃粗疏的食物这个野菜这种意象表达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受到一定的这个磨练表达对生我养我的这个父亲的一种这个思念和一种这个尊敬这是
这一句啊。另外这个中山呢我们知道中山呢它是在南京的这个东北方向的但是中山我们说又有其他称呼叫这个紫金山，所以紫金山天文台就在这个中山那么这个所以呢中山呢它又叫北山，因为在南京的这个东北方向，所以北山你看它后边它有一些诗里边写到北山，其实也是在讲这个中山说北山老圃不外目这是自称他把自己称作我就是这个北山的这个老圃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祈求的北山老圃不外目，但求荒崎筑荆棘我就自己在这里在荒地里边我种地我除草我就觉得挺满足这个应该是晚年归隐以后写的诗还有呢唯有北山鸟经过一好音这都是在说这个中山那么这个王安石为什么频繁的写到这个中山他这个频繁的这个出入这个中山呢，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这个中山的寺庙呢特别的多他频繁的出入中山呢，出入的最多的一个地方是中山的一个寺叫定陵寺所以呢他这个诗歌里边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定陵寺的这个诗句，比如说定陵自有主，我为陵下客谁夫定陵幽处避以君图写寄无真鹤更天志同游定陵寺以及自白门归望定陵寺有记，定陵寺三首，定陵所居，述定陵寺十宝诀，书定陵院窗题定陵壁怀李书时等等他之所以频繁的出入中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去定陵寺去玩他喜欢去定陵寺那么这个定陵寺呢，而且呢他在这个定陵寺呢他还开辟了一个自己读书的地方他跟这个僧人说就是这个小屋算是给我用是吧让我把我的一些书搬来以后我来我就在这里读书所以这个小屋呢他就起了个名字叫昭文斋而且呢他还请了当时非常著名的书法家北宋宋四家之一，大家猜一下是谁米芾，他还请这个米芾呢给他题写了这个昭文斋这个书斋这个3个字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他的诗歌里边出现昭文斋，其实呢也是指在定陵寺说到这个定陵寺呢，就是南京历史上呢其实呢有2座定陵寺有上定陵寺有下定陵寺，而且呢离得还不太远，都在中山的南路这个上定陵寺呢建于刘宋元嘉16年，就是公元439年。下定陵寺这个设置的其实要更早一点在公元424年这上定陵寺，我们说上定陵寺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本文学著作，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文论性的著作，就是谈文学理论的，就《文心雕龙》。《文心雕龙》的这个作者是谁知道吧？刘勰。刘勰写《文心雕龙》就是在上定陵寺写的。但是呢，到了唐末5代的时候，这个上定陵寺呢就逐渐被废弃掉了，逐渐毁掉了所以王安石所写的这个定陵寺昭文斋等等的，应该是下定陵寺但是呢，到了什么时候呢？这个上定陵寺虽然被毁掉了但是呢，它不是什么都遗迹都没有的，它的牌匾还在到了南宋的时候呢，有一个僧人就把这个上定陵寺这个牌匾从中山移到了方山我们没有在南京呢，我们可能不太熟悉这个
中山呢是在南京的最北边，东北方向；峰山呢是在南京的最南边啊。所以呢，他把上定陵寺这块牌匾，他移到了峰山去，从峰山呢相当于异地重建啊，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异地重建。在峰山呢，又把定陵寺又建起来了啊。所以，但是呢，这个原来王安石写这个定陵寺啊、昭恩斋的那个下定陵寺那个寺庙，到了南宋的时候呢，反而逐渐的这个毁掉了啊。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去中山要找王安石写的这个下定陵寺和刘勰写这个文心雕龙那个上定陵寺都找不到了，都没有了啊。相反呢，反而这个定陵寺呢，但是是有传承的，是在峰山的啊。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南京人说到这个定陵寺，都不知道是在这个中山还有定陵寺，都以为是峰山定陵寺。没说这个啊，这个呢就是峰山的这个定陵寺啊。峰山定陵寺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塔，这个塔不大啊，我去看过啊，这个塔不大，我去过2趟啊。塔虽然不高，但是这个塔呢是个斜塔，是倾斜的啊，所以这个而且呢，它叫峰山斜塔啊。它这个斜塔呢，这个塔斜的啊，这个斜度比那个世界上著名的那个叫什么，意大利那个比萨斜塔，比那个比萨斜塔的这个斜度还要高啊。这就是这个说的这个定陵寺啊。现在我们再往后看啊，那么在中山呢，它除了去定陵寺呢，它还游玩其他的这个地方，比如说保公塔啊。这个保公塔呢，是埋葬南朝的时候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僧神，叫宝志和尚啊。这个所以被称作是宝志公啊，或者简称宝公啊。这个宝志和尚是这个梁武帝啊，跟梁武帝的这个是梁武帝的座上宾啊。这个保公塔呢，这个保公塔本来是在哪里呢？保公塔本来是在这个中山的叫做一个地方叫独龙部，在这个地方的独龙啊，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感觉啊，就是这个部呢，就是那个蚌埠那个部，去掉那个部首啊，叫独龙部。这后来朱元璋到了这个地，我们知道朱元璋在明朝的时候定都定的是一开始是南京的，是吧？朱元璋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这个皇帝，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为自己先生前就要选择死后的吉壤啊，是吧？所以朱元璋的这个生前为自己选择吉壤，在中山看了一圈，我看中的地方就是独龙部，而且这名字也取得好啊，独龙，是吧？我就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真龙天子啊。那么这样好地方，你这一个和尚你怎么能站在这地方呢？所以呢，这个朱元璋呢就把这个，但是因为宝志和尚，那这个也是名声很大的，地位很重要的，在我们这个佛教史上地位很重要的，所以呢，他没有直接把这个坟给人家平了啊，他就把这个保公塔呢就迁到了这个灵谷寺迁到灵谷寺去了啊。所以这个王安石去的这个保公塔啊，现在保公塔是在灵谷寺，但是王安石去游玩的这个保公塔，那可不是在灵谷寺，而是在现在这个朱元璋的这个孝陵明孝陵啊。不是明孝陵在也很出名啊，是吧？不是很多人去南京玩也是要去明孝陵嘛，那个石像嘛，是吧？两边立满这个石像啊，那也很出名的啊。那么保公寺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灵谷寺啊。灵谷寺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景点叫八功德水啊。这个是灵谷寺塔啊，这个图片就是灵谷寺那个塔啊。灵谷寺这个塔也很出名啊，这个建的也非常的这个好啊。灵谷寺还有一个这个值得游玩的地方呢，就叫做这个夏天呢，夏天它这个萤火虫。很多人呢夏天晚上专门跑到灵谷寺去看萤火虫啊，萤火虫的特别的美啊，就跟这个童话里边那种感觉一样啊。现在我们再接着往后看啊，就是他为什么能够那么方便的去中山
尤其是他晚年，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晚年退休之后，他建了一座宅子作为他养老之用。这座宅子呢，距离中山7里，然后呢，距离南京的这个城门也是7里，所以在当时的南京城门啊，所以在南京城跟中山的半途中间，他就把他的这个园子取了个名字，叫什么？半山园。所以我们知道王安石说后来号什么半山，这个号就是从这里来的啊。比如说大家看这首诗写的啊，是园渡，迎居半山园坐啊，半山园啊。对，今年中山南随份作园圃啊，这就是说他在做他的这个半山园。这个半山园现在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建了一个纪念的一个园子啊，但是现在进不去，这个一般人进不去啊，因为呢现在他在南京的海军指挥学院啊，这是军事院校啊，这一般人进不去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也想进去看一看，哎，人家说我们这军事院校军事场所啊，你根本就进不来啊，所以这很遗憾没去成啊。这个半山园，它降在这个半山园旁边呢，有一个小土墩子。这个小土墩子呢，据说是这个谢安，我们说东晋的那个著名的那个丞相是吧？谢安曾经经常登临之所，所以就被叫做是谢公墩啊。当然，他这个王安石呢是非常的崇拜这个谢安的，所以他又写首诗《谢公墩二首》啊。那据说淝水之战的时候啊，公元383年淝水之战，那个历史上那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是吧？啊，谢安就是跟他的这个侄子啊，在一座土山上，不是他这个侄子在前方打仗是吧？他跟朋友在这个土山上对弈，结果这个东晋呢就以少胜多，就击败了这个北方的这个前秦的这个攻击。所以战报传来啊，谢安这个看到之后啊，不动声色的就放一边，接着下棋，是吧？后来他的朋友问他，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小儿辈已破敌啊，是吧？就是我这个儿子辈啊，侄子儿子已经破敌了啊。这个当时呢表现得很镇定，是吧？也没有什么欢喜啊，就说这个回去的时候呢很兴奋啊，把这个木里上的这个脚底踩着这个木里啊，对，搞断了啊，他都没有发现啊。所以这个王安石呢，他很崇拜这个谢安，他的房子的附近就是这个谢公墩，可能也是有意选择啊。那么另外谢安这个下棋对弈，在淝水之战对弈的这个土山啊，这个土山的这个王安石呢，我也要去考察，所以呢，王安石也去这个土山游玩，进行这个考察。这个土山跟这个谢公墩可不近。这个谢公墩呢，我们知道现在是在这个南京城的城内，但是这个土山是在现在这个南京城的南部这个江宁区政府这个附近啊，江宁区的啊。所以这个土山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东山啊。所以我们历史上我们中文有一个成语叫东山再起，是吧？那名字就是这里来的啊。说是这个谢安本身是在东山，后来在东山隐居，那么后来他又兴起了东山再起啊。所以王安石写的这个诗里面写到相随东山乐，及此身无憾啊。那这写的东山也就是王安石当年对弈的这个谢安当年对弈的那个土山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南京说完了，我们来看其他的地方啊。比如说他写到豫章太守吴郡郎，这里的吴郡指的是苏州啊。但是呢，这里我们要知道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当时的苏州呢不叫吴郡啊。这个吴郡最早是怎么来的呢？是在春秋时期啊，春秋时期设立了会稽郡啊。
会稽郡，会稽郡的它的这个郡治就是在现在的苏州，就是吴县啊。后来呢，我们到了这个汉朝的时候，就把这个会稽郡的北半部分分出来一个新的郡，就叫吴郡啊。那么会稽郡仍旧这个名字仍旧有，但是会稽郡的郡治移到了浙江的现在的这个绍兴啊。所以呢，就是会稽郡的范围变小了，这个名字变小，这个名字还在，范围变小，郡治南移啊。那么吴郡就是以现在苏州为首的江苏南部的这个地区啊。但是呢，我们说到了隋朝的时候，这个汉朝的时候呢，中国的这个行政区划是郡县制，郡是一级行政区，县是二级行政区啊。所以呢，吴郡它的郡治是在吴县啊。但是到了隋朝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州变成了一级行政区，然后把郡取消了，没有郡了。那么州下边是县，所以县保持了一个基层这个行政区划的一个稳定，但是上边更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呢，名字出现变化了啊。所以隋朝的时候，实际上呢是把这个苏州啊，是叫苏州，州治在吴县，而吴郡这个名字，吴郡这个行政区划已经不存在了啊。所以王安石这里呢，实际上呢，他写的是苏州，但是呢，他又用了吴郡的名字，实际上呢，也就是说，他用了一个古称啊。后面我们会看到王安石在很多的这个诗歌里面，他会用的，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金陵，是吧？他用的也是古称啊。然后这里用的吴郡，它也是古称啊，而且他说豫章太守吴郡郎啊。这里这个豫章我们后边再说啊，豫章我们说到江西的时候再说，我们这里先说吴郡啊。还有呢，亳州姑苏，朝有盘门东，暮出昌门西，昌门、盘门，这都是当时这个苏州的两个城门啊，这也是在写苏州啊。那个他时散发处，最爱垂虹亭啊。这个垂虹亭，这也是苏州一个非常著名的名胜啊。还有北风一息阻东周，轻晓飞帆落虎丘，虎丘山，这也是苏州一个名胜古景啊。还有昆山会稽寺，次孟郊韵啊，昆山会稽寺，这也是苏州的啊，这是苏州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镇江，这是镇江啊。次韵张子野竹林寺，这竹林寺这镇江的啊。泾县城南影印深，两牛鸣地得蝉鸣。泾县啊，这也是镇江的。金山寺我们都知道了是吧？镇江金山寺，这也是镇江的啊。次韵平湖金山会宿寄亲友，金山又出现了啊。还有呢，天漠海门横北固山啊。这也是在镇江。京口瓜州一水间，京口啊，当时润州州治的所在地京口镇，就是在现在的这个镇江啊。那么由京口写到了瓜州，一句诗出现了，横跨两地，京口瓜州，京口是在镇江，那么瓜州就是在什么？京口瓜州一水间啊。江北岸的扬州啊，扬州的瓜州镇。所以呢，这个扬州跟这个镇江就隔了一条江哈。现在坐公交车，它都有公交车的，直接坐公交车就过去了啊，这很近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桥连接两地的这个桥呢，就连接镇江跟扬州的这个桥，一开始想叫这个镇扬桥。这个镇扬桥啊，这个名字呢，当时我们这个国家领导人是这个江泽民主席是吧？江泽民主席是扬州人的是吧？你叫镇扬桥，你把我们扬州给镇住了，这个不行是吧？啊，然后后来就改了另外一个这个名字的啊。还有呢，平山堂，这个平山堂的平山堂，它是在扬州啊。是在扬州一个著名的寺庙，叫做大明寺啊。这个平山堂据说是
欧阳修建的啊。说欧阳修在这建了个平山堂，为什么叫平山堂呢？他说他在站在这个小楼底下，他可以看到对面镇江的那座山，跟对面镇江的那座山平行啊，所以叫平山堂啊。还有呢，宋吴仲纯守仪真啊，这个仪真也是在现在这个扬州啊。宋乔秀才归高邮，高邮也是属于现在的扬州啊。后下面我们再看常州啊，他有一首诗，名字叫宋申康之常州啊。这个常州啊，那这就换了新的地方了啊。殷勤画此还惆怅，醉京西两岸春。京西就是在当时属于常州管辖的宜春，不是这个不是宜兴啊，宜兴现在叫市啊，当时宜兴县是属于常州管辖的。所以呢，下面这一句是家具不须论旧约，相随阳县有来阳县，这也是在说宜兴的。阳县是清朝的时候，宜兴在清朝的时候是属于阳县，就这个叫阳县。但是到宋朝的时候呢，叫宜兴县。所以你看，王安石用的又出现了古称啊。所以这个阳县这个名字啊，这个阳县你看，久闻阳县溪水好，颇与原名性分宜。这个阳县的山水非常的好。我博导呢就是这个宜兴人啊。这个阳县的山水非常好，所以呢出好茶，我说这个阳县茶当时是被称作是进贡的，所以这现在有一个红茶里边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红茶叫宜红，宜红呢就是宜兴红茶，简称宜红啊。它的黄田港北水如天，这个红田港也是属于现在这个常州的啊，跟常州啊。它宜裘江阴，这江阴当时也是属于常州管。所以这是这个常州啊。那么上面呢，我们就说的这个王安石诗歌中的这个江苏。接着我们再来看王安石诗歌中的江西啊。这个轮到我们江西来看啊。江西的地图我们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我们对大部分都是江西的同学，这个地图就比较熟悉了。11个是吧？11个地级市，然后呢，这个4个小的是吧？4个地域比较小啊，这个7个比较大的啊，尤其是这个赣州差不多，赣州占到全省面积的差不多1/5吧，看这个样子是吧？稍微，那么这个抚州呢，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是王安石的故乡啊，临川是王安石的故乡，因为江西省呢，它就是王安石广义上的故乡了啊，所以呢，在他的诗歌之中出现了大量的江西，尤其是抚州的这个地理元素啊。这继二地是在临川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临川，那是当时抚州州治所在地临川县，是吧？另外呢，曲城秋暮星空折，盐步庭为偃玉川。这个盐步大家应该知道吧？大家在抚州应该知道的盐步岭，是当时他的这个故居啊，他这个在临川的这个故宅就是在盐步岭。盐步岭是在现在叫邓家巷，是吧？在现在邓家巷啊，我还没去过哈，我找机会去看看哈。还有呢，出现了我们这个很著名的啊，临川啊，抚州很著名的一个这个名胜古迹，拟县台啊。这个拟县台是当时姓裴的一个这个行政长官建的这个拟县台啊。为什么拟县台？因为呢，据说呢，这个人呢非常崇拜杨户，而杨户呢在湖北的襄阳有一座山，就叫县山啊。杨户经常登临县山登临县山呢，就是他这个那里还留下来一个他的一个遗迹，叫堕泪碑。所以呢，这个裴姓的这个行政长官呢，他非常的，他叫裴才啊，然后字什么度是吧？这个裴姓的这个行政长官呢，他非常的崇敬杨户他就在这个抚州建立了一座这个模拟县山的一座这个台，叫拟县台，又叫拟县山
另外呢，除了这个临川的，我们说现在这个城区啊，他这个诗歌里面出现了很多的，还有就是他外婆家啊，他外婆家呢是住在这个乌塘，而不是这个浙江啊，这是住在这个浙江啊。然后呢，这个浙江呢是属于京西市管，但是离临川的这个县城呢也就30里，所以呢，他小时候呢经常到外婆家去玩啊。他住在浙江，浙江一共呢差不多这个周回5里，离浙江西边有1里啊，就是这个乌石冈。乌石冈下边呢有一座塘，就叫乌塘，所以这个乌塘，这个浙江乌石冈啊，王安石的诗歌里边写起来都是温情脉脉啊，这个感觉一种化之不弃的柔情啊。我们看这首诗啊，就叫乌塘啊。乌塘渺渺路平地，堤上行人各有些。试问春风何处好？星移如雪浙江西。啊，星移如雪，大家知道这个星移是什么吧？白玉兰，玉兰花是吧？白玉兰，所以这个白玉兰开到最盛的时候啊，星移如雪浙江西。你看这就是他这个温情脉脉是吧？还有呢，不知乌石冈边路，至今相寻得几回。解鞍乌石冈边坐，携手星移树下行啊。这浙江应有星移发，亦见东风使我知。浙江西风白云生，祥子东归得重勋啊。这个都是写的这个他外婆家附近的这个浙江乌石冈乌塘啊。不过呢，就是到了什么时候啊？他外婆家所在的叫吴氏啊。后来到了宋元之际啊，他外婆家就从这个浙江的这个就搬走了啊，就搬到了不远处的一个村叫我看看啊，城湖村啊。但是这个浙江呢，所以这个城湖村呢，就现在还能找到啊，是属于现在的京西县城坊集乡。我们接着往后看啊，另外呢，南昌说完抚柔了，我们看南昌啊，南昌，刚才我们说的写苏州那句“豫章太守吴郡郎”啊，吴郡是这个豫章太守啊，是吴郡这个地方的人啊，这个就是陈公辟啊，或者这个陈师孟啊，陈师孟字公辟啊，就是他是当时是姓陈师，送这个陈师孟的一首诗啊，这是豫章陈师孟到南京来当官，所以呢，他是豫章太守吴郡郎。那么这个豫章这个名字，我们知道他是说南昌的，但是呢，又再一次的用了这个古称啊。这豫章这个名字最先出现的是西汉的时候设立了豫章郡。那么豫章郡的郡治是在南昌县，但是豫章郡管辖的范围啊，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整个江西啊，所以豫章郡当时的这个范围非常非常大。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隋朝的时候，隋初的时候呢，就设立了，就是这个废了这个豫章郡啊，就不在这个郡这个称呼。我刚才说了，这个郡这一级的行政区划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名字就不存在了啊，就设立了洪州。洪州就管理整个的这个管理的范围大致是整个的现在的这个江西省的范围。那么洪州的这个洪州的州治啊，应该叫州治，州治是设立在豫章县。豫章县，我们说豫章是郡的时候，它的范围大致是现在江西省啊。到了隋朝的时候，豫章由郡变成了县的名字，它的管辖的范围大致是现在南昌这个地级市的这个范围啊，我们只能说是大致。所以豫章名字缩小了，知道了这是隋朝的时候啊，还有豫章县这个名字。但是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唐朝说你不要叫豫章县了啊，叫什么县呢？南昌县啊。所以唐朝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豫章县这个名字了啊，也没有更没有豫章郡这个名字，这就是南昌县啊。而且呢，在隋朝、唐朝中间一段时间，大家看这个第二行啊，中陵啊，南昌县啊，一段时间叫中陵县啊。所以呢，到了唐朝之后，豫章不论是作为县名还是作为郡名都不存在了啊。那么到了宋朝，王安石这里还写豫章太守，可见这里写的豫章，他是用了当时应该叫南昌县啊，他用的是南昌的古称啊。而且呢，注意这个豫章太守，他不光地名用了古称，官名也用了古称啊。比如说在秦汉的时候，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是郡的行政长官叫太守啊，郡守、太守。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是州，所以当时管理整个江西省的是洪州啊，洪州的州治在南昌县啊。那么洪州的行政长官应该叫什么呢？前面我们看王安石知常州，对，知州，所以呢，州的行政长官叫知州。那么当时这个陈师孟来南昌知洪州，正确的最为准确的称呼应该叫洪州知州，但是呢，他却用了豫章太守啊，可见呢，地名用了古称，而且呢，官名也用了古称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就是王安石其实不仅王安石啊，其实整个这个宋代人呢，他们在用这个地名啊，用这个官名的时候啊，他们很喜欢用古称的，是吧？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啊。还有我们下一看的这个钟灵啊，还有一梦张江已10年，故人重见想幡然，这个张江，那张江，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指的是赣江啊。我们这个实际上指的就是赣江啊，因为赣江是在我们后边是由张江跟这个什么张贡江嘛，张贡河流的嘛啊，所以张江也可以作为整个赣江的一个这个称呼的啊。还有益少池边有一丘，西山南浦灌曾游。这个益少池，这是前面我们说的这个福州，当时王安石在这里这个洗墨是吧？所以呢，益少池这是福州的地名，但是它由福州输到了南昌，西山南浦灌曾游，西山是吧？这个西山就是我们现在叫梅岭，南昌西部的一座山现在我们一般称呼叫做梅岭。所以呢，这个一张十景啊，古一张十景还一张八景是吧？西山积翠啊，张江小渡啊，南浦飞云啊，南浦就是符合跟赣江交汇那块地方就被叫做是南浦这个西山南浦，这都是在说这个南昌啊。残年归去终无乐，闻说张江即泪流啊，这也出现了这个张江。千里名城楚上游，江山多在雾华楼。雾华楼，这是宋朝的时候南昌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这个风物啊，很著名的一座这个名楼，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啊，毁掉了啊，没有了啊。这是南昌啊。我们再看江西北部的庐山啊，在王安石的诗歌之中呢，也出现啊。况庐与少师，少休以长榻啊。这个况庐啊，那么就说是庐山是最早是有什么旷世几兄弟在这里居住的，所以叫况庐啊。还有呢，未尝浅及古涟水，三载指望相如云啊。这古涟水这是庐山的一眼泉，叫古涟水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喝茶。那个茶圣是吧？茶圣是叫什么？陆羽是吧？
陆羽评选这是他这个喝名茶，喝这个好茶啊。那你喝好茶呢，就必须要配好水，没有好水的好茶也是白费啊。所以他就这个品天下名茶，还品天下这个名泉水啊。他品的这个他提的啊，他评价的，他就说这个古莲水那叫天下第一泉啊。这里的这个泉水这出的这个茶水，这个泉水是最好，出茶汤最好啊。三载指望香炉云，香炉云自然就是指庐山那个香炉峰香炉就是香炉峰啊。还有既生吾老无念耳，相见无时老将死啊。吾老是庐山的吾老峰啊。还有我所思兮在蓬里啊，一列寒经近千里啊。这个蓬里是庐山脚下那个鄱阳湖，是吧？庐山脚下鄱阳湖啊。那么鄱阳湖为什么叫鄱阳湖？因为它在鄱阳县啊。那鄱阳县为什么要叫鄱阳啊？鄱阳县有一条，我们这李白写过诗，是吧？大家记得吧？秋浦歌呀，李白写的这个秋浦歌写了好多首啊，是吧？这个李白写的这个秋浦歌啊，所以呢，他写这个李白那个时候，这个县就叫秋浦县，但是到王安石这个时候已经不叫秋浦县了。那王安石他写秋浦，再一次运用了古称啊。另外呢，牛渚啊，这写到，然后呢，这个牛渚是在马鞍山的啊。然后呢，乌江啊，这是安徽的其他的这个地方啊。乌江呢，是在我看一下啊。乌江现在是属于和县啊，乌江现在是属于和县啊。另外呢，还有属于马鞍山的和县也是现在属于马鞍山啊，马鞍山市啊。另外呢，白柱山这也属于现在这个马鞍山啊，环宫井这个都在马鞍山啊。这是这个安徽。下面我们看河南啊，我们说北宋的首都是开封，那王安石曾经在开封当官，最高当到宰相，所以呢也少不了河南的一些地理的因素。主要出现的我们来看就是这个开封、郑州、洛阳啊这些地方啊。大梁春雪满城泥，饮马长瞻落日归。大梁春费宝刀催。不似胡应犹早梅，去年月子游山碑，今者人为大梁客。这都是在写开封啊。那为什么他要写大梁呢？大梁是当时北宋的首都，而这个开封原来这个开封是原来北宋的首都，北宋的时候叫开封。开封在战国的时候叫大梁，那么当时也是首都啊，是战国七雄里边的魏国的首都啊。所以呢，大梁这是开封的一个古称。所以你看，王安石再次运用了古称啊。然后呢，金明池倒柳参天，金明池。这是皇家的这个池院啊。还有梁王吹台，他有一首诗就叫梁王吹台。这首诗里边写到了两句啊，这个大家这个怎么读？梁王吹台往后怎么读？我去年去这个开封的时候，见到一个朋友就闹笑话了啊。我跟人家说，我从那个吹台出来，看到一座塔。就是这个塔，就是这座塔。这座塔这个形制很特别啊。我们看到的塔大部分都是几边形啊？大部分都是八边形的塔吧，8个角8个边嘛，是吧？但是这个很特殊啊，这个是6个边，6角塔，非常非常特别啊。所以呢，我从这个
这个吹台隔壁就是这座塔啊。但是王安石那个时候没有围墙的啊，他可以随便走的。现在这里因为围墙进不去了啊，这个进去要另外掏门票啊。然后呢，这个我的朋友说，我说我去那个吹台了，他说我说我从吹台出来之后啊，我看到一座塔，那个形制非常的特别，我看它上面好像是反塔。我朋友一听，他说那可不叫反塔哈，他说你别这个闹笑话了啊，这是怎么念的？婆塔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读音啊，婆塔啊，就是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婆台、婆塔啊、婆姓，因为这个地方原来住的人最多的是姓婆的人啊。我说我终于长了个见识哈，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这个我这个不足之处被朋友给指出来了，我不就进步了吗？是吧？因为呢，相国寺启同天节，道场行香院，观戏者啊。这个相国寺那当时是东京非常著名的一个寺庙啊，其实现在也是啊，就是这个开封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名胜之地啊。我们说这个《水浒传》里边那个鲁智深到这个相国寺去玩是吧？后来被那个鸟儿拉了一头屎啊。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垂杨柳给拔下来了。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个相国寺啊。这个我一个朋友去相国寺玩的时候，也发生了一这个非常好玩的这个事情啊。这个非常好玩啊！这个建议时间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啊。另外呢，还有其他地方，比如说陈桥啊，这都是河南省其他的这个地理名词啊。像陈桥、苇城，然后博浪沙、右里啊、澶渊，这澶渊之盟，北宋跟这个辽结盟，这个定下盟说双方不再打仗了，就是在这澶渊这个地方啊。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北宋的这个皇帝呢是宋真宗啊，这个辽朝的这个当政的是萧太后，所以呢，当时这个辽国呢占这个北宋的便宜说是我们这个不再打了啊，我们结为亲戚，结为亲戚呢，这个你看我比你长一辈啊，是吧？你跟我儿子是一辈，所以呢，你得叫我婶婶，你得叫我叔母，这一下这个压下来，当时这个北宋打不过辽朝啊，没办法，就只好答应了啊。这答应了之后，就想再扳回一城，那就我叫你叔母行，问题是你儿子比我小啊，是吧？我叫你叔母，你儿子就得叫我哥，这辽朝也就只好答应了啊。这是双方的这个外交的一些趣闻啊。还有呢，像这个泗水关、虎牢关就是泗水关啊，还有鸿沟，这鸿沟也是在现在的河南。我们下象棋的时候，那个象棋那个楚河汉界是吧？那楚河汉界的那个分界线就是在鸿沟啊，这些地方啊。然后呢，王安石诗歌中的其他的地域呢，我们就快速的看一下啊。比如说白沟啊，这个白沟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河北省的这个保定啊，这个保定这个地方大致是在这个位置啊，保定。白沟是当时这个界河，就是辽跟宋分界的这个界河啊，所以呢，他也写过。还有幽燕指的是这个河北地区啊。然后这首诗呢，后边写到像棘门、坝上，这都是在现在陕西省啊。还有呢，潼关、蓝田、阿房宫、骊山、望夷宫、商山、桃源、终南山还有包括秦，这都是现在指的是现在的这个陕西省啊。然后这句诗呢，第二句写到了鲁，泰山鲁之望啊，写到了这个山东啊。还有呢，素书一卷天与之，古城黄石非无师，这个古城也是在现在的这个山东省啊。这是这些啊。然后呢，湖北啊，像鄂州，还有呢这个武昌余啊，鄂州的这个地方啊，这现在是湖北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这个市啊。其实呢，这个鄂州最早的它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包括这个武昌余啊，包括武昌，包括这个鄂州、武昌，最早指的都是现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呢，后来武昌这个名字往西移了，但是这个地方还叫鄂州
啊，所以这个鄂这个名字留在了这里，但是这鄂后来成了这个整个湖北的一个简称了啊。所以呢，我们说的武昌渝啊，其实不是指现在武昌这个地方的渝，这个武昌渝指的是在现在鄂州这个地方的渝啊，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啊。所以这个毛主席写的这个“才饮长沙水，又是武昌渝”哈，这个指的地方可能跟这个真正的这个武昌渝指的地方不一样啊。还有湖南像潇湘、九嶷山、潭州啊，以及衡阳啊，像这个万里衡阳冬意暖，师生原味稻粱谋。大家知道这是写什么吧？大雁呐，大雁南飞啊，大雁从这个北方飞那么远，飞万里，就是衡阳有回雁峰，然后这个大雁飞到回雁峰呢，就不再往南飞了，但是结果那个路上有可能被打下来啊。为什么飞这么远？为了取点暖呢？师生原味稻粱谋。你看这个王安石写这个诗哈，其实他是在警戒以物说人啊。还有呢，福建，然后他说漳州啊，这个关山到漳琼地南越错啊，南越又指到哪里了？南越又主要指到广东去了我们这个在汉朝的时候，我们说秦朝平定岭南，建立了3个郡：象郡、桂林郡啊，这3个郡。然后到了汉朝的时候呢，结果呢，这个秦末起义，汉朝灭了秦朝，但是呢，秦朝的将领赵佗在这个广东呢，独自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叫南越国啊。所以呢，南越指的主要是广东啊，潮州、揭阳啊，这个都是指的是这个现在广东啊。所以我们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啊，就是王安石诗歌中的这个地理元素啊，涉及到这个今天江苏、江西、浙江、安徽、河南、河北、陕西等等，我们刚才广大的区域，几乎遍及北宋王朝统治下的绝大部分区域。那么其中呢，就是江苏、江西、浙江3省最为集中啊。另外第二个呢，就是王安石诗歌中出现的地理元素，绝大部分是实际存在的啊，绝大部分是实际存在的啊，就是个别的元素，像桃源、蓬莱，这是虚构的地名啊。因为在实际存在的地名呢，大部分如金陵、鄞县，这个都是王安石亲自到过的地方，亲身到过的地方。个别的地方，像漳州、潮州，这是他没有到过的地方啊。另外呢，就是王安石诗歌中的这个地理元素呢，以他生活的这个经历，并不是标准的这种正相关。而王安石诗歌中出现的最多的是南京，这跟他南京生活了20年是有关的。但是呢，他在开封也生活了10年呢，开封出现的这个倒是不多啊。他生活时间并不是很长的江西呢，却是诗歌中的频繁的这个出现啊。所以呢，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这个思考的啊。第5个呢，就是王安石诗歌中，我刚才反复的跟大家说的，非常喜欢用古称，出现了大量的这个古称啊。好，这个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再多讲啊。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这个亲身这个来听啊，谢谢大家。你看，感谢李教授的精彩分享。那下面我们进行那个提问环节，有哪位读者你们有问题需要提问的？提问环节这一块。如果我们去想说去怀念完之后，可以有什么一日行程去参观他的故居吗？一日行参观他的故居啊？你指的是哪里的故居？南京吧。南京他现在的这个故居，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对，海军指挥学院能进得去不？反正我是进不去啊。就是一条完整的一日游嘛，相当于就是像现在的
就是现在还保存的，就是现在我们还明确的知道的，还做了这个标记的，其实就是海军这个南京那个海军指挥学院里边，他写了个半山亭啊，但是其实他已经不是他当年住的那个样子了嘛，只是建立了一个纪念的地方。但是海军指挥学院我们进不去，反正我是进不去啊。你要是说王安石在南京游玩过的地方是吧？那一日游一下，那个这个很容易选择了啊，那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南京的绝大部分的这个景点，他都写到，中山很多的这个景点，还有这个秦淮河，我刚才其实没有提，其实是有的，还秦淮河，还有就是南京的这个各大寺庙，那我刚才没有提的很细，就是他写了大量的在不光是刚才那几个寺哈，其他的寺庙出现了各大寺庙，大量的诗歌都出现。好，谢谢。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是吧？好，这位同学。老师你好，王安石一生辗转多地，然后一生跌宕起伏，请问王安石那个抚州作为王安石的生源地，他对王安石的诗词有什么影响？好，请坐。就这个王安石的这个诗词呢，就是刚才我其实说到了一点是吧？我是说本来说是提出来跟大家共同思考的啊，其实这个问题我没有很深入的思考，我只是从一个现象的角度去分析是吧？我们可以一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你看这个抚州其实他生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的，但是呢，在他的这个诗词之中啊，大量的出现，而且是不光是诗词，因为这个来的路上，这个方老师也提醒我了，他说他的这个散文之中啊，也是大量的出现这个抚州的这个地方啊，比如说灵谷峰啊，是吧？还有这个京西啊，还有这个那个瀑布啊等等啊，反复的这个出现的。我说是的，就是但是我这个文章呢，只是关注了诗词。其实我一开始跟大家说了，其实我准备第二个部分的写王安石散文地理的，但是后来没有延续下去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其实的这个问题我没有很深入的思考，我们可以一起思考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他生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的，但是呢，确实有大量的这个出现啊，可见呢就是。这个地方呢，作为他的祖籍地啊，他祖辈在这里是吧？那么这就形成了一种，用我们现在话说，就家族记忆啊。这个家族记忆就作为一种文化的一种基因，这种文化的基因就刻在了他的骨子里边，刻在了他的文化记忆里边了，是吧？虽然具体生活短。但是呢，你总避免不了他的父亲会给他讲，我们家在这个地方，我们生活的地方是吧？我们祖辈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是不是？他的母亲，这个听到祖辈讲的那些抚州的故事啊，抚州的人物啊，免不了会给他讲嘛，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作为他的一种文化上的、精神上的一种，可以叫原乡吧。精神原乡，文化的一种原籍，在他的诗文创作，甚至在他的这个政治生活之中啊，在他的这个政治操作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种记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他的还有就是说，这个抚州这个地方的人，我们的这个有时候会说是比较直，是吧？为人耿直，这个民风呢比较直一些。你看这个王安石他写的这个诗，他也出现这个，他有很多的批判社会的诗啊。反映这个社会的这个黑暗现象的这个事，这也是有的啊。而且我们知道王安石有一个称号叫拗相公，是吧？他很执拗的，他认定的这个事情，他就是一定要做到底的，他很执拗的。那么这可能应该也跟他在当地所受的这个文化的传承，这种文化的记忆，这种精神上的原乡是有关的。但是这是我粗浅的现场想到的一点哈，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思考，好吧？谢谢啊。就这样可以哈。
啊。就是其实当时刚才房老师跟我说的时候呢，我是感觉到呢是非常的荣幸啊，因为呢我从小就是读着王安石的诗歌长大的，就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小学课本里边啊就选了很多王安石的诗歌，什么墙角数枝梅是吧？还有这个春风又绿江南岸啊，明月何时照我还啊。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我上5年级的时候啊，我们语文老师在讲到这个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时候，特别介绍这个绿字的选择啊，说是王安石选择了好几个字啊，最后呢才确定了绿这个字啊。然后而且呢他还说到后边一句，他说这个明月何时照我还，他说一种解释呢这个明月不是真的指月亮啊，而是指的是皇上啊。当时在我们这个小学生呢，我们一听这个就感觉听不懂啊，这个明月怎么就能指的是皇上呢，是吧？怎么就能指的是皇帝呢？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话呢我就印象特别深啊，所以呢我一直记到现在啊。所以今天能在这个来到王安石的故乡这个故乡讲王安石的这个诗歌的这个部分啊，我感觉到呢非常非常的荣幸啊。二呢是感觉到诚惶诚恐啊，这个在王安石的故乡的这个各位乡亲是吧？还有这个大部分同学呢，应该是很多也是这个福州本地的哈。这个对王安石的诗歌应该是比我要熟悉的更多啊，所以呢，我在这个王安石的故乡讲这个王安石的诗歌啊，我感觉这个诚惶诚恐，所以呢，我朋友圈上我发了有一句话，我说是这个关公面前耍大刀啊，是吧？这当然呢，这个耍的肯定是没有这个各位这个王安石故乡的同学和老师们好啊，但是呢，我这个角度啊，就是提供给大家学习王安石诗歌啊，包括我们做研究王安石诗歌一个这个角度啊，所以我这个题目呢是王安石的诗歌地理啊，因为我们传统的啊，就是我们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吧哈，我们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对于诗歌啊，包括王安石诗歌的研究呢，我们更多的是从就是文学本身来研究，是吧？他的诗歌的风格啊，他的诗歌的这个用典故啊，用什么用喻啊等等啊，就是从文学本身去做这个研究的啊。但是呢，随着文学研究的这个发展呢，最近10几20年啊，大约10几年吧，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从地理的角度去研究文学啊，所以呢，我们兴起了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方向，就叫文学地理学啊，它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一个研究方向。所以呢，国内研究文学地理学的几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啊，他们对这个文学地理学本身呢，就是有不同的定位的。有的认为是它是一个研究方向，有的认为呢，它是一个研究的学科啊。有的人认为呢，它只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啊，所以呢，它是正在发展中的最